大家可能会错过的孤独的隐藏迹象。孤独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过的感受，但是如果它以自己未曾察觉的方式悄悄地渗入到了大家的生活中呢？我们以前讨论过孤独，但今天我们将深入谈谈隐藏的孤独迹象。有的小伙伴可能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孤独。这支影片旨在帮助大家发现这些微妙的迹象，并将展示如何扭转局面。是什么让我们的影片与众不同？我们不只是给大家一个清单来探索这些迹象出现的原因，分享相关的故事，我们还会提供切实可行的见解，以实现真正的改变。如果大家对一个帮助自己评估孤独底线的测试感兴趣，请坚持看到最后。开始了。过度依赖网络关系。网络友谊可能很神奇，但如果有的小伙伴完全依赖他们，那可能就意味着孤独。以索菲亚为例，她是一名精通科技的大学生，她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网上论坛上，但在现实生活中却避开了社交活动。就连比利·爱丽什这样的社交媒体偶像也站出来说，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，它提供了联系，但也进一步孤立了我们。虽然线上关系可能很有意义，但它们不应该完全取代线下关系。过度解释或过度分享。有没有小伙伴发现自己在向收银员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？孤独可能会表现为在日常对话中过度分享，因为渴望联系。想想泰勒·斯威夫特的《历历在目》，在歌里详细的故事讲述，就像是一种无法说出口的情感。布雷内·布朗等心理学家指出，这种模式通常源于一种强烈的需要被看到和被听到，这是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的孤独的迹象。连续数小时的追剧或打游戏。虽然大家都喜欢在网飞上狂刷剧，但持续花数小时看剧或玩游戏可能是种暗戳戳孤独的迹象。比如马克，一个30多岁的人，在网络游戏中找到了安慰。他注意到花在虚拟世界的时间比和真正的朋友在一起的时间多。就连埃隆·马斯克也谈到过，用工作和活动填补内心空虚，而这种行为有时也会反映在娱乐习惯中。逃避现实可以让人感到安慰，但往往会加深孤独感。不停的忙碌。如果日历总是排得满满的，这可能不是有效率，而是逃避。看看艾玛，她周末的时间都花在参加一个又一个活动上。她后来意识到，在分手后，她是在用这种方式分散自己对孤独的感受。奥普拉·温弗瑞等名人曾谈到，忙碌是如何成为更深层次情感斗争的面具。保持忙碌可能是一种应对机制，用来避免面对自己的情感。情绪化进食或没食欲。有没有小伙伴发现，在不饿的时候也拿零食？或另一方面，因为没什么吸引人的东西而不吃饭。孤独会破坏我们与食物的关系。比如萨拉是个忙碌的职场人，搬到新的城市后，他感到与世隔绝，开始在深夜暴饮暴食。甚至像安东尼·布尔丹这样的著名厨师也曾谈到，食物如何在艰难时刻成为情感慰藉。情绪化进食或对食物失去兴趣，可能是身体应对未满足的情感需求的方式。尽管睡眠充足，但还是感觉很累。有没有小伙伴即使睡了8个小时，还会感到疲惫吗？长期孤独可能会有像疲劳一样的效果，因为它会给一个人的身心带来压力。约翰·卡乔波博士是孤独研究的先驱，他和其他研究人员的研究表明，孤独会引发压力反应，即使在睡觉的时候，也会让一个人的身体处于战斗或逃跑模式。在怀旧中寻找慰藉。大家经常重温旧照片、听过去的歌，或者重温回忆吗？怀旧可能会让人感到安慰，但它也可能表明渴望有一段时间能感受到更多的联系。比如在传染病大流行期间，许多人转向儿童电视节目或播放列表来应对隔离。虽然怀旧可以暂时提振情绪，但它也会让一个人更加意识到自己现在的生活中缺少了什么。过度消费或买疗法。孤独有时隐藏在冲动购物中。有小伙伴曾经为了感觉良好而买了一些自己不需要的东西吗？以杰克为例，在他最好的朋友搬走后，他开始购买他很少使用的小玩意儿。像康妮·韦斯特这样的名人分享了物质的东西，有时是如何成为情感需求的占位符的。
购物带来的短暂快感掩盖了更深层次的空虚，缺乏联系。孤独可以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表现出来，但认识到这些隐藏的迹象是改变的第一步。无论是情绪化进食、过度分享，还是在怀旧中寻找安慰，这些模式都是大脑在要求联系的方式。如果这支影片引起了你的共鸣，你有兴趣做一个测试来评估自己的孤独基准线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一起努力，让大家远离可怕的孤独，走向有更多联系、更充实的生活。记住，你并不孤单。感谢收看，下支影片不见不散，照顾好自己和自己身边的人哦，保重。